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，今天来更新《宝物旅途》68集的内容。这集内容相当精彩哦。小智和小豪受殷博士委托，来到位于真心镇的大博士研究所，想热情的和大博士聊着宝物梦的话题，这让小智非常惊讶。莫非小豪之前就来过研究所？小豪则说，之前参加过大博士带队的宝物野营，而那次野营他遇到梦幻，从那时起他就定下了收服梦幻的目标。大博士表示这是很了不起的理想。接着，大博士提到了梦幻搜寻队招人的消息，问小豪要不要加入，但小豪竟然表示需要时间考虑。接下来就是老宠回归的环节了，最大的看点无疑就是老喷和妙雅种子的回归了，但还是有些遗憾，小智煤炭龟、腾腾蛇、蜥蜴王和大王爷都没有登场，没看见全员回归还是蛮遗憾的。大博士说起了好些天没有见到大师兄的事情。在了解到烈焰猴最近都在和一些火系精灵战斗的情报后，小智和小豪开始在偌大大博士研究所后院进行寻找，不知不觉进入了一个空地。因为看见一只没收服过比喻鸟，小豪立刻就忘了正事，开始一球收服模式。不过这次他的卦不灵了，捕捉失败，并且鸟人都被比喻鸟吹飞，然后齐刷刷的滚到一只大岩蛇的身体上。大岩蛇也是小豪没有收入图鉴宝梦，不过大岩蛇也收服失败了。大岩蛇自然也是和之前比表一样被激怒了。大岩蛇使出10刃，就在要打中小智他们的时候，一道高压水柱冲了出来，大岩蛇被打到一边，原来是一只水箭龟。紧接着，小豹从水箭龟的身后走了出来，好久不见两个发小打了招呼之后，我们从中了解到小豹正在以研究世界上所有的机理为目标旅行。之后，小智在小豹提醒下，先介绍了他目前一起旅行的同伴小豪。小豹立马对小豪开始了考察，然后直接说：“我希望小智的搭档应该是像我一样，或者是比我更强训练师。”而小豪明显是不够格的。我的天，小豹这句话简直说到观众心坎里去了。小豹干得漂亮啊！在小智打圆场似的转移话题之后，我们就正式进入了本节主线火焰鸟。通过一系列的情报分析，小豹得出了火焰鸟出现在大博士研究所后院的某个地方的概率很大。小智也将自己烈猴失踪的消息告诉了小豹，于是两人结伴同行。在进入最没有危险的林地行走后，紧接着到来的就是山崖徒步，还有翻越高山，终于抵达目的地。之后，小豪直接打开了火焰鸟的图鉴信息，结合小智那里获得的情报，从烈焰猴不断与火系精灵进行对战的事实来看，身为火系保姆烈焰猴可能对火焰鸟会出现在这里有所感知。随后三人交流完毕，小豹看向某个方向，我们许久不见的大师兄正抓着一根树干向四周嚎叫着，然后小智喊了他一声，听到声音的烈猴立刻从树上跳下，直接扑到小智的怀里。随后神兽火焰鸟也登场了，对阵神兽第一回合，烈猴尾刺火焰鸟。在小智的指令下，烈猴用火焰喷射对火焰鸟展开攻击，火焰鸟承受了攻击，并用火焰漩涡包围住了烈猴。烈猴用挖洞躲避，在地下切换技能，用音速拳进行下一轮攻击，但被火焰鸟轻松躲避，并且以空气斩还击。烈猴负伤，进入第二回合。水箭龟尾刺火焰鸟，水箭龟用高压水泵打跑了试图再次对烈猴展开攻击火焰鸟，造成效果拔群的伤害。火焰鸟也立刻将攻势转移到了水箭龟身上，同样的火焰漩涡。水箭龟用高的旋转脱困，后期水质波动，但之后火焰鸟以失去火属性为代价，使用燃尽对水箭龟造成巨大的火属性伤害。不过因为水箭龟有着属性上的优势，这一下攻击并没有让其直接失去战斗能力，然后火焰鸟就用飞行器暴风展开了下一轮的攻击。水箭龟高速旋转迎击，但没能抵御暴风，被吹飞，并且失去作战能力。之后开始了群殴，小豪的闪耀纹牌，小智劈身，小豹的电击魔兽纷纷使出技能。两道强大电流在抵御攻击之后合成一股，直接打中之前还十分从容应战的火焰鸟。从它的表情面上来看，这一下攻击带来的伤害相当的巨大。攻击过后，火焰鸟向下坠落，就在差点落地的机械时刻重新飞翔起来，只留下一根燃烧的羽毛就离开了。而火焰鸟的羽毛就是小豹此次行动的最终目的了。在小豹将火焰鸟的羽毛装入一个透明罐子之后，一直负责送信的钢凯鸭飞了过来，小豹将火焰鸟羽毛交给了他，这是小豹提前交来的。就是不知道钢凯鸭会将火焰鸟的羽毛送去何处了。最后，两个人从大博士口中知道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：小豹现在居然是梦幻队的一员，并且之前火焰鸟羽毛就被梦幻队接收了。于是小豪最后决定加入梦幻队的调查中。本集相当不错，就是太短了，我觉得可以拆成2集，一集讲后夜的宝梦，一集打火焰鸟。之前那种水剧情的集数直接删了多好啊！